大家好，今天是2023年5月25号，比特币价格是跌破了26000美金。这两天短线也是在输钱哦，不管是以太坊或者是狗狗币，或者今天视频利用这一张图片来跟家人们猜测一下主力目前的形势，为什么价格又跌了？有可能是主力不想作为，因为最近事件是非常的多，包括昨天也是有看到美国财政部有可能在6月1号之前美元现金会用尽啊，但是昨天晚上 Discord 社群上面家人们也是在分享，大陆 CCTV 中央电视台是播出了一则加密消息，在华人圈是非常的热闹，而且 CJ 也是在推特上面有发文。从历史上看，像这样子的报道有可能会导致牛市啊。那现在到底是不是牛市，还能不能买，或者等下利用3天的 K 线这个 DMI 指标来跟家人们判断一下下一次右侧的买点我们要怎么来判断，因为这个指标在3天的周期里面参考性每一次的买点也是非常非常的高。复盘之前可以订我们的 YouTube， 也可以我们邀请链接注册交易，或者有用我们邀请链接注册过的朋友也可以加入我们 Discord 社群，把你拉进为海币组，上面有更多程序交易的买卖信号。我们先来聊一下最近主力的形势，因为在前面的一些位置主力都会利用这些事件反向来做，老粉丝都知道上涨空间的高位有看到的利好，不一定是利好，有可能反而是利空，因为散户都在看，那主力就会反着做，它价格会跌。就类似之前在这个位置2022年12月底的时候，这边美国的利率不是只加了50个基点哦，当时是从 4% 的一个利率加到 4.5%。 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在更早之前，特别是从2022年的4月份这个位置利率是在 1%， 后面每一次利率加息都是75个基点，这个位置是在2022年6月份，当时利率是加到 1.75， 然后是在2022年的7月份利率又加到 2.5， 然后又在2022年的9月份利率又加到 3.25， 就是从这边到这边是加了75个基点，然后这边到这边也加了75个基点，这边到这边也是加了75个基点，再到这个 4% 的位置也是加了75个基点。所以后面美联储只加息50个基点的时候，从 4% 加到 4.5， 就是只加了50个基点，当时是在空间的高位，而且是短线里面有一波上涨，空间的高位看到的利好不一定是利好，当时是在这个高位跟大家讲，如果真的还有资金，看还有没有压回，就短线上。当然长线我一直是在去年整个2022年就跟大家讲2万下方随便抄底。那现在我们再思考一下之前的一些空间，包括当时在这个位置我们可以看一下，就是在2月份左右，今年的2月份左右啊，是从50个基点加完以后，后面是只加了25个基点，就是加息的力道继续减弱，从50个基点又降到只加25个基点。那我们要思考一下，当时也是在这个高位跟大家讲有前车之鉴，50个基点的时候是跟大家讲有可能会压回，那这个位置当时也是跟大家讲有可能会压回，买点的位置是在压回，因为看到的利好不一定是利好啊，就是主力他会反着做，现在的主力也是一样，有可能就是他在等待一些重要的事件是不是消息确定以后，美国那边到底会不会爆发债务危机，好像那边还是在谈判啊。那我个人观点是，如果真的还有危机爆发，现在老粉丝都知道每一次危机的位置都是重要的买点，因为空间并不是在1年或2年多上涨的高位，上涨的高位有看到这种大利空大黑天鹅事件一定要逃。那我的观点是，现在还是在1年多空间的低位，涨幅是1倍，现在回撤也是有5000美金，真的有看到黑天鹅事件，我们要思考一下，现在是在空间的低位，已经跌了5000美金，如果有黑天鹅事件，就像上一次硅谷银行爆发的时候也是跟大家讲这个位置一定要买啊，千金难买留回头，包括 FTX 交易所低点的位置也是跟大家讲，我个人是在这个位置也继续买啊，或者是历史上也是老币圈的朋友都知道，疫情爆发的这种低点就是很重要的买点，所以不要去管美国那边到底会不会爆发债务违约，那还有哪一些事件，除了这个
美国会不会爆发债务违约？还有一个就是香港那边6月1号，反正都是重叠在6月1号，然后在6月13号，美国会再公布 CPI， 因为上一次是在 4.9， 我是相信 CPI 应该是会继续往下滑，不过重叠在6月中旬的一些时间，包括6月4号，美国那边也是会进一步公布下一次的利率决议，到底会不会再加息？因为目前是在 5.25， 我个人观点不重要，现在是在空间的低档，看到的利好或者是利空，我是相信下去应该是要站在买方啊。然后我们来聊一下右侧的一些朋友，利用3天的这个 DMI 指标来跟家人们判断一下，什么时候它整理到位，会不会进行一个突破？因为现在从3天的 K 线里面，好像也是感觉有一个下降楔形啊，不是很明显啊。我们可以看一下历史上它右侧的一些转折位，现在是在震荡，因为这2条 DMI 指标，一个是红色的，它是在头上，绿色的它是在脚下。如果是这种交叉的结构，也是说明目前是没有行情啊，目前是没有大涨右侧的行情，整理到位会不会突破？我们可以看一下，在这种低档的位置，它整理到位，这个绿色的是穿过这个红色的，像这种点位就是重要的追价的位置。可以看一下3天的 DMI 是在这一根啊，就是在这个位置啊。3天的这个 DMI 准确率是非常的高啊，因为在日线里面有可能它会经常就是交叉或者是死叉，或者是再交叉或者再死叉，就是准确率或者是失误率有时候可能会相对比较高。那么可以看一下熊市的行情结构也是一样，整个趋势是向下的，它 DMI 这条红色的线交叉这个绿色的线，这种就是一个空头走势，或者是牛市里面它就是一个整理走势，在熊市里面它这种交叉就是一个空头走势。我们可以看一下它有这种绿色交叉红线的位置，它在熊市里面它这种是反弹的走势啊，就是一个熊旗嘛，这种就是一个旗形，然后又跌破。我们可以看一下跌破的位置，在这个位置也是非常的准啊。这一个红色的值交叉这个绿色的值，红色的值在这一个绿色值的上方，就是一大波空头的走势。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历史上还有一些买点的位置也是非常的准，在20年10月份的这个位置，就是在这一个，其实涨幅也并不多，这个位置有整理，前面也是有整理突破，压回再整理再突破，像这种追加的位置，如果期货的多单扔进去，报到整个顶部的高位，再做平仓的动作，像这种利润有时候利润就非常的可观。或者我们再看一下，比如说2019年的这个底部，也是在这一根啊 DMI 3天的这个指标，绿色交叉这个红色的，也可以看一下更早的，比如说这个是19年啊，我们可以看一下它交叉的位置是在这一根啊，所以追进去有可能会有压回或者压回的位置，我们也可以再看一下，这个指标是在金叉的结构，绿线是在红色线的上方，像这种位置也是应该继续给我做多，有可能利润也是非常的可观，包括2015年也是一样，在这种位置交叉，而且它交叉完以后，绿线在红色线上方，时间都会延续的很长，所以目前右侧的朋友也可以观察一下，现在是还没有交叉，现在这个红线还是在绿线上方，有可能时间会震荡，到底会不会200天？我前面也是有跟大家讲过，这一波整理我是看可能会不会在10月份，或者是10月份之前还有一个节点，就是8月份，最后还是一样，可以点我们的 YouTube。